周知，中国大陆部分人士和相关部门有一颗玻璃心，一碰就会碎，浑身这点到处高潮。最近有一款游戏，名字叫做 Coronavirus Attack， 就让一些中国大陆玩家高潮了。又比如前一阵子知名火爆的游戏《动物森友会》在中国大陆惨遭下架，不知是碰触到了中国大陆那变态审查制度的何处这点。有人指出，可能是和黄之锋在游戏中创造的内容有关，涉及到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头像、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标语有关。虽然现在有所恢复，但是当时可是闹得沸沸扬扬。火光君带大家盘点在中国大陆那些碰触到莫名其妙的这点而惨遭封禁的游戏。射击游戏冠状病毒大进攻，该游戏是 Steam 上一款游戏。游戏背景是这样的，它讲述一个会导致人变成自私僵尸的病毒已经扩散到了整个国家，人们纷纷逃离国境。而为了控制这个疫情，一家秘密实验室研发出了可以消灭僵尸病毒的冠状病毒，以之抗衡。玩家的目标就是避免这些僵尸病毒带源者逃离感染其他人，并且必须在这些带源者做出对应的免疫力之前将它们消灭。除了有武汉肺炎元素之外，其成就的名字也用上了很多中国敏感用语，例如一边一国、光复香港等等，结果成为了众矢之的。据了解，本作的开发者灵感也源自5星病毒旗事件，结果是该游戏在中国大陆地区下架处理，但是其他地区还是能正常游戏的。也就是说 Steam 游戏平台将该游戏对大陆玩家锁区了。翻阅一下它的留言，该游戏的留言区会发现很有趣，各种观点交织，好评如潮，差评也是蛮多的，对比一下很有意思。恐怖解谜游戏还愿，一张符咒引发的封杀。还愿是一款由赤珠游戏在2019年发行的，发行平台是 Steam。该公司还曾在2017年出品过一款爆红的游戏《返校》。游戏描述了1980年代的台湾台北的一个小公寓中，一个试图遵循传统观念的3口之家周边发生的许多事件。游戏采用第一人称视角来进行，玩家需要扮演家庭男主人杜丰瑜的角色，进行探索解谜。该游戏制作精良，所以让不少玩家纷纷掏钱购买。但是因为游戏当中出现的一张符咒，篆体红印上面的字竟然就写着习近平小熊维尼，旁边还有4个字的谐音，念起来就像是骂人白痴。一时间 Steam 社区涌入大量负评，游戏平台中国大陆地区也把该游戏下架。就算游戏开发公司发明声明道歉并修正游戏，中国代理商还是决定终止合约。就这样被中国大陆网友称之为国产恐怖游戏之光的游戏，就这样被切割为所谓台独游戏，甚至连前作《返校》也在中国大陆地区惨遭下架，讽刺不？电子射击游戏《战地风云4：中国崛起》，本作是战地系列继《战地风云3》之后的官方续作。游戏于2013年10月展开在线多人模式的测试，2013年10月29日在北美地区率先发售。游戏描绘了一场近未来的中国军事政变，玩家扮演美国海军陆战队墓碑小队成员，深入中国、美国、俄罗斯3国间的一场巨大政治阴谋，并探求和平的最后希望。游戏剧情大概是这样的：中国海军上将张伟开始策划一场企图推翻中国政府的政变，该计划得到了俄罗斯方面的支持。近节，中国方面未来的国家主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遭到张将军的暗杀而受伤，藏匿于上海，并向美国求助。美国派遣第7舰队前往中国，开始与张将军作战。战争极其惨烈，造就了成千上万的难民，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最后推翻了张将军的统治，中国再度重归和平。游戏制作可以说相当精良，但是有可能是内容过于敏感，戳中了中国大陆某些部门的忌点。于是2013年12月5日，中国国防报刊登文章，用正义与真实驱散游戏妖魔，批评《战地4》抹黑中国。作者龚玉聪认为，其中掺杂了不少与现实不符的细节，抹黑了中国的国家形象。
2013年12月26日，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文化部批评游戏含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将之定义为文化侵略的违法游戏，全面封杀相关内容，影响至今。纪实战略游戏瘟疫公司。瘟疫公司是一款战略模拟游戏。游戏开始时，玩家拥有一种还没有人被感染过的病原体，玩家需要将病原体传播至整个世界，并透过改良病原体将世上的所有人消灭。但是人类科学家会研发解药，因此玩家还要赶在解药研发完或者开始研发之前完成消灭全部人类的目标。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国都陆续爆发多起确诊病例，更让每每发生大规模病毒感染时就热卖的游戏瘟疫公司再度冲上排行榜，可以让很多人了解到病毒的传播机理。但是该游戏却又莫名受到了中国大陆某部分的祭点，惨遭下架，更是在很多视频平台无法找到它的视频了。该游戏开发商随后发表声明称，瘟疫公司因为经中国国家网信办审查存在违反国内法律内容而被下架。查找原因，原来是北京市宣传部给了一个理由，那么就是某海外游戏未经批准运营，玩法鼓励传播病毒毁灭人类，其中内容、玩法、地图存在严重问题，被下架了。纪实战略游戏命令与征服将军。尽管背景被设定在近未来，但是在游戏中，中国军队的基本步兵单位被称为红卫兵，穿着文化革命前后的3点红军装，并使用半自动步枪作为基本武器。不仅如此，中国军队还能够无限制地使用凝固汽油弹与核武器。之后推出资料片《绝命时刻》中，甚至拥有一名以核武器作为核心战术的将军。在圆满剧情的序幕中，虽然正在举行阅兵，但是天安门广场仍然被全球解放军以核武器摧毁。在另外2个任务中，中国军队为了阻拦其攻势，将三峡大坝炸毁，并且将被全球解放军作为基地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夷平。此外，在绝命时刻中国剧情的序幕中，中国军队对被全球解放军占领的欧洲使用了核武器。中国军队单位的台词多以中式英语配音，此类设定被认为具有冒犯性。游戏中的地图不包括台湾岛等，最终导致该游戏被中国政府封禁。不过这款游戏和红警类似，中国军队的设定很变态，设定这么强，可以说是吹嘘也不为过。看来吹过头也会戳中这点，引起高潮。想想还真是有意思呢，想想还真是替他们可怜呢，太可惜。在中国大陆被封杀的游戏多到不可胜数，以下列出来的只是沧海一粟。如果想要完整的名单，请直接前往中国大陆文化部咨询了解。至于他给不给，那就不知道了。说最近有人要对 Steam 下手了，祝愿中国大陆玩家好运，谢谢观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